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今天老师的这个整个景有点换一下，因为我的电脑忘了带这个电线回来，我先拿我女儿的电脑先用一下，就临时这个声音有没有哦？大家跟老师讲一下，不然老师也不知道我这个设备临时上场的，我不知道声音行不行哦，所以老师赶快设定一下后面的场景。我还发现这个场景其实也不错了，也蛮好的，好不好？好，那声音跟老师回馈一下哈，你跟老师去看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合适啊？跟老师去谈一下哈，这个让老师知道一下哦，这个声音 OK 就 OK。那我们首先讲一下哈，那个我们流年批算呢，我们到这个月的20号，就是1月20号我们就截止了，现在2个礼拜的时间，那还没有报的朋友你还是报一下，哦，这个知道一下自己的那个未来总是好一点。那第二个就是关于我们的点灯活动我们点灯的活动这个基本上。很多人说老师，这点灯到底是怎么点的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点了各位在报名的途中，我们已经开始点了。怎么点法呢？因为这个点灯这个东西包含了我们解厄啦、白虎啦、药师啦，或者是你太岁或守命或者是那些基督罗侯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只是说你点灯的这个动作它是在最后一刻完成，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其实老师已经开始诵经了我们每一天都已经开始进行诵经这些仪式已经开始做了不是我们只做一天光做起来这个事情我们大概要做20几天了我们大概做20几天的这个活动所以是说这现在已经开始了这已经开始了，所以说这个可以知道一下我们就是简单就是我们已经开始点灯，那我们已经开始诵经了。那你早参加跟晚参加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仪式在过程之中诵经它是一个过程过程。那到最后一刻我们会把那个书文制作好之后，我们再一起呈上去给神明，然后呢，我们最后再开始做个点灯的活动最后一天是最重要的，那只是过程我们已经开始了，好吗？好，那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我们的直播简单我们不多说记得那个法会要参加，那个过了我们过去我们都会有2次，就是年前跟年后。这次可能没有办法我们就只有在年前这一次我们点完就点完了那年后元宵那个可能就不点了因今天老师在问我说要不要再开放一个后面第一次的，我想是说有缘的你在年前都应该都点了啦你在年后点我觉得看看吧，基本上我是不倾向了，好吧？我是不倾向，我尽量都是一次做完。我这个人喜欢做一次事情做完是最好的，好吧？好，声音没问题这个没有回音就好了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柯文哲先生这件事情其实该怎么讲呢？然后这个一直在我们的从他选总统到后面这一段时间他每次发生事情大概跟我们所预期的是差不多的。那其实这个东西，各位是说他能不能还能出来，或是说他到底会不会打压到什么地步这一开始我们就讲过了这个他的政治生命在选总统那一刻就决定了，他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决定要参选总统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都走到尽头了，因为他肯定选不上。这回去翻了，你可以说我总统这个当选人这一次都选错没有关系，你可以说我错，我都没关系，因为人哪有不犯错的？我每个都对，那我还要活嘛，对不对？但是呢，关于其他的个别的事情那个因为选总统毕竟还有明星的问题，还有天意的问题，那他是天子嘛，对不对？不能跟老师都选中。但是其他人的事情，我相信我错的几率比较低一点了比较没那么高了。所以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他其实这一次再怎么去做其实他未来在从政的概率都极低的，因为你这次进去什么时候出来？我觉得大概半年吧，半年应该还有机会会出来了。我个人的认为，他半年的机会还是有机会出来的。你不能一直无限期的积压嘛，对不对？你判有你说在1年之内你要把所有的案情厘清、事证拿出来，然后进行判决，我觉得这个概率是低了你没有到明年，我觉得这个事情都很悬了。那么他会不会再续压？这个是有，但是你不能连续续压到后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黄国昌他在民众党的代理主席黄国昌他在1月11号的时候他要进行一个定勾机台湾的定勾机，闽南语各位才听得懂就是意思就是他要上去在司法节那一天去向那个执政党在我们的政府发表我们的民意了我们不要说抗议了，发表我们的民意了展现我们的民意的力量。那这个事情基本上它的成功概率是高的成功概率是高，就是说它的名气这一次它的一个鼓起来的状况会高的其实这一次出来的人应该是不亚于选总统那一次就是他的一个声势会很高。但是这个是不是这代表民众党他会成为一个是说台湾在那个在政界很有力量的？这个老师抱持的是一个保留的态度因为这几天老师有稍微先看了一下他的命盘因为
我不知道他出生时间了，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们看他选举时候有选举公报嘛，对不对？我知道他是什么吉人的校友啊，然后建中的校友啊，律师啊，然后又是那个中研院的一个那个负责部门啊，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可以理解。那我拿他的这些资料来看一下，其实黄国昌他能不能扛起民众党，这个老师先保留。但是我觉得啊，民众党他要成为台湾一个新兴的势力啊，这个老师打上一个问号，因为他实际的党主席还没有出来之前啊，这个没有办法去理解他。那至于是说柯文哲那时候辞党主席，他没有立刻跑掉，我觉得这也是可惜啦，因为我觉得他不跑掉，你是一定进去的。但各位当时应该有听出来啊，你浑身是嘴，你也讲不清。就像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他这次的这个证据案子啊，你来个 Excel， 然后或是一些啊他们假定的一些你有罪的前提啊，这个是一个很问号的，包含是说他是说再从那个某宗教人士那边呢拉了一箱钱出来，这个状况，你说他是贪污，这个还是抱持一个问号啊，因为。这个你百姓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在这种政治现金很多事情啊，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是用转账的啊。你说转账很方便，那是一定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用转账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的前总统陈水扁，他的女儿不是说吗？你们谁没拿过我的钱，在哪里分钱？在他们家大家所有的民进党的人都是一箱一箱的去拿钱。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你不可能说留下这个金流，或是他们本身就是这个模式去给你钱。那中华民国的宪法跟法律也没有规定，我给你钱一定要转账的，我也可以现金给你啊，对不对？小额捐款啊，是不是？你看以前在选举的时候，是不是路边都会有小额捐款？你投现金进去嘛，不是每个人都要转账嘛？所以说你现金它还是有这个办法的。所以说，你说他拖1000万现金代表他是贪污，这个是一个问号，这个是不合理啊！说真的，那个是不合理的。你要怎么去用这个钱他们这是他们的事情。那你有没有报对账，或者这个钱到最后有没有流到柯文哲个人的账户里面，这都是问号这都是问号。除非你拿出一个证据来说，这个钱到他账户里面，那就没有办法。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检方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找到钱是进到他的账户里面。那就说橘子拖了钱，然后就可以去到海外去嘛？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问号。为什么？因为橘子它不是政要，你知道吗？你说政要他到私人飞机你也得过海关啊。那海关的 X 光机多厉害啊！你以为你藏得了多少钱呢？你可能出去的钱你多藏个2万块的可能还可以了，你要多藏个1000万那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海关你就出不去了不要说你出境了，你到当地的你入境你入不进去了。这个全世界他总不会去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吧？他只要是去正常的国家，基本上你的海关那一关，他是不管你是不是市长秘书还是你是谁了，你都是进不去的啦。因为你拿着巨款，你就是要申报，那申报了你进去就钱都被卡掉一大块了，对，那就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你说这个钱被他就飞机上搬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在那个阿富汗那个甘霖老师他一箱钱出去。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的那个叙利亚。虽然那个阿塞德总统他们政权离开的时候也是带一飞机的钱，然后跑到了俄罗斯。那这个是有办法，因为他们是总统，他们是元首你搬这个钱那这个是有这个权利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曾经有这样的状态。那其他的你说只是一个秘书那他没有权没有势，而且又是一个现任的市长的秘书，你要说拿一个钱你就到其他地方去这个不容易说真的不容易。种种状况来看其实证据力你是薄弱的，但是你要羁押他，防止他串证。那我相信这个检察官有他的考量啦，我们也不能说别人是故意的啦。我只是觉得旁观者来看我就觉得不是很合理但是毕竟人家是专业的嘛，那专业一定有专业的考量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们不要特别去说北检一定都是受到别人的委托，然后一定要去关他。其实他们认为是说你一开始就是要防止你串证，那么中间你就不应该让他放出来。你让他放出来，那么你就不能把他关回去，这个事情是很现实的事情。然后你再说人家去看爸爸，然后就是为了去串证，或是人家去卸任，然后人家说人家串证，这都合理这都合理。但是，我们只能说了，这个事情就在整个模式来看百姓看不懂这个真的百姓是看不懂的。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当然，那个也发现到这次现在做矛头都指向了这个黄国昌。黄国昌原来说你长得现在胡子拉碴或者你长得那么把自己弄得很惨，然后在那边批评人家的长相，我也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像这个我们频道上面也有很多的观众也会批评老师的长相，那你批评就批评吧，我又不靠你吃饭，对不对？真的没办法。但是你去说人家怎样，这是因为人家附上
附上你说在做别人这样，我觉得是很不理想的啊。这个很多议员啊，这个我觉得都是这样哦。你一开始政见不合，你就攻击别人的政见，你就不要攻击别人的长相嘛，这不厚道。那个某苗议员，那你家长恭喜你的性向可不可以？那不行嘛，对不对？人有人的事情，我们是民主国家，尊重包容的多元性的是很需要的，总不能跟你不一样，他就是错，长得也错，长得什么都错，这个是不行的。我们做人，既然我们号称为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就得包容别人，多元化，这个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中华文化里面有几十个民族，对不对？56个民族，是不是？就拿最简单的，台湾都有9族文化村了，是不是？你都有这么多族了，你都不懂包容吗？是不是跟你不一样，你就要批评人家嘛？这都不好，好吧？这都不好。所以说啊，我们看1月11，各位，我没有鼓吹各位去了，我只是说我们可以观察那一天的名气，好吧？我讲得很清楚了哈，我没有在这边请大家去参加1月11号的去参加韩国他们举办的这个司法节的示威。我只是请各位关注这件事情，因为这在我们台湾的一个民主史上，还有我们的法治的状况来看我们要看百姓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要从中立的角度去看百姓怎么样去说判断这个事情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是非对错啊。那各位可以去观察，那你要不要参加那是你的事情，好吧？那是你们的事情，我没有鼓励你们参加，千万没有哦，我不是什么大网红，我已经过气了，好不好？我已经是过气的，等过气的网红了，所以已经不行了。那在这个事情，我们大概到这边哈。那第二件事情啊，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注意到是这次在韩国总统尹锡悦啊，这次他的弹劾已经通过了，但是呢，这个东西他希望他们的韩国的那个地方法院希望能够去拘捕这个尹锡悦，但是被他的亲卫队啊，也就是总统的铁卫队啊，所挡在外面。那这个合不合理？合理，合不合法？也合法，因为总统他本身就有刑事豁免权，所以你说你法院就判决你要去拘提他，基本上这个里面是有冲突的哈。法院签了，但是他能不能成立这是两回事，因为总统本来就有刑事豁免权，你本来就不能抓他。弹劾他已经弹劾了，可不可以抓他呢？基本上是很难，因为你也得让这个弹劾案要裁定，比如说他在弹劾案我们看到是在4月18前他要做宣判，你还没宣判之前，你是不能够去褫夺这个总统他的权利的哈。那总统权利他去做这个罢免案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我们之前说过他太急了太急躁了。但是他是不是他的权利？是他的权利。那能不能成立？不能够成立。所以很多朋友在之前无论是在什么总统的时期很多人问老师说，那总统可不可以直接宣布戒严？那就可以把所有的政敌全部把它压制住，就没事了。没有办法当时老师跟各位讲，已经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戒严你要国会的通过，国会不通过，国会是可以否定你戒严的。刚刚好。那个韩国就上演一次给我们看，就说他现在就是不能够进行戒严，因为国会不同意，国会不同意，他就可以驳回你这个戒严案，那总统你这个命令也是无效的。但是即使如此，还是一句话，总统他有刑事豁免权，所以是说他即使你觉得他不对你否定他的一些行政命令，但是呢，你也不能拘提他，除非你真的这个他一审过之后，他能不能再拘提尹锡悦，这个都是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不一定他是可以成立的。所以这个整个亚洲，我们现在看到，尤其是日本、韩国这个事情就变成它很复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之前谈到乌俄战争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跟乌俄战争有关系呢？因为最近流出来一个文件就是说俄罗斯他在这个机密文件里面还有说到，如果这个他跟北约开战的时候，他率先攻击日本跟韩国，这个其实跟我们过去的预测，从2年前的预测都是几乎也是如出一辙的各位有没有去注意到？老师之前讲过，这个俄罗斯在打仗的时候，他跟西方打仗，他绝对不会只打西方，他一定回头过来把这个日本跟韩国打下来，然后巩固整个蒙古跟中国的脚步。还有台湾，他一定帮中国也把它收回来各位还记不记得？老铁不知道记不记得了因为这个讲这句话已经有大概至少600天以上的时间了，应该有600天了。因为我们之前有谈过，他的战略思想绝对不可能只是一直往西方去迈进，然后后面留个大洞，因为后面毕竟是韩国跟日本。韩国跟日本是什么呢？是美军基地。因为韩国跟日本都是建立在美军基地上的国家大韩民国是但是日本它是被占领国日本现在也不能够算是一个正常国家，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国家的军队，它只有自卫队，所以是说呢，它现在还是受美国管制的国家。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当然就我跟北约开战的时候，他一定会回去打日本跟韩国，这只是符合我们之前的逻辑这不是预测啦，这个其实可以想象出来的逻辑。那当然，他去协助中国去收台湾这件事情也是举手之劳，因为台湾也有美军，这你们不知道而已台湾其实是有美军的教官，然后美军的一些人员派出过来，这个
如果你是跟军方那边人熟的啦，哦，跟那个高官熟的，其实你大概都知道，台湾是有美军的哦，只是他不会让你知道哦，我在这边干嘛啊，但实际上是有的。别忘记我们以前还编过一个预算，就是给那个美军人员可以进入我们国防部去了解我们的国防机密。这个事情，相信各位应该有注意新闻的，应该都是蛮耳熟的，好，应该蛮耳熟的这件事情。所以说啊，整个亚洲状况啊，其实现在是在世界上是有一点点一触即发，因为只要北约它那边动了什么动作，那么基本上这个亚洲整个局势啊会变成批变，只能说风云变色，这个是很严重的。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呢，我们就要从这边延伸出来，让各位去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呢，现在在1月1号啊，我们发现了俄罗斯这通往欧洲的有一条管线啊，经过乌克兰的北溪1号吧。现在已经完全终止了啊，也就是说呢，乌克兰总统啊，泽连斯基他送给美国一个大礼物，什么大礼物呢？就是我不让这个天然气送到欧洲去，所以说欧洲它必须要去跟美国去购买他们的那个 LNG， 也就是他们的液态石油气，也就是液态天然气，就是我们瓦斯桶里面抓的那个瓦斯。这个是个大礼物啊！为什么呢？因为欧洲它现在在冬天，它是寒冬啊，所以你知道吗？各位，现在虽然是年初，但是它现在是寒冬期节啊，是不是？因为节气都还没过嘛，就2月4号、2月3号才过，才到立春嘛。之前那个都是寒冬啊，在这么久的时间，它需要怎么办呢？立刻就中断了别人的天然气供应，那么他们只能够怎么样？赶快跟美国下订单，你连议价权都可能都没有，就直接我只能下单，你就只能把这个一台天然气送到欧洲去，给他们去做一些能源所需求。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大的影响，就是什么呢？因为你把欧洲一直不断当成充电宝，一直去使用的状况之下，欧洲已经经历过了你这个2016年，一直到后来到了新冠疫情之后，然后又到了现在，它已经连续第3次成为美国的充电宝、美国的保险救急基金、美国的安定基金了。是不是？因为它这些关了那个管线之后，是乌克兰它收不到过路费。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因为从乌克兰过去这个北溪1号，应该是北溪1号，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他就是可以，俄罗斯就必须给他钱，然后叫过路费，欧洲也得给他钱哦。那这个东西他们就成为他们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财政收入。但是你今天把它关闭了，让俄罗斯收不到欧洲这些客户的钱，俄罗斯会不会垮台？也不会，他少赚很多钱，这是实在话。但是呢，俄罗斯不会垮台，因为他还有中国这个老客户，他还可以卖给了其他国家，他只是少了一个大客户，但是不代表他撑不下去啊。实际上是这样，所以俄罗斯他并没有反应做得非常非常的巨大。但是呢，这个会让普丁下了一个决心，就是呢，这个泽伦斯基啊，他大概率是跑不掉的。我觉得啦，我老师个人的预测是，泽伦斯基大概率是跑不掉了，因为你搞这一出啊，我对你这个乌克兰，我根本就不需要讲什么情分了，所以接下来基辅啊，应该会面临到一个比较精彩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清洗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很不好，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大概是跑不掉。那这个会影响什么事情呢？这很影响事情，当然就是欧洲他们自己本身的物价会高涨，因为你的 LNG 它就是价格就是高。我今天不要说是不是成倍数的成长，我们不讲那么夸张的事情，我就说你现在的物价多20%，你觉得欧洲的人受不了吗？应该是受不了。你说能够受得了，大概只有德国，因为德国它现在还有他们的家里可以使用，可以撑得住，不代表你很好过。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可以撑得住，不代表你很好过。所以很多事情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现在整个欧洲它是非常不景气的，因为能源它基本上已经被掐灭了，而他们自己的核电厂又不多，最高就是法国75%使用它的核电，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是需要其他的外面供应来的能源呐，而且包括他们现在的政治局势很不好，那个马克宏他现在也要面临到了被这个换届的问题，所以是说啊，整个欧洲状况，包含德国、法国、英国已经惨到不能再惨了，但是它还是可以继续惨上去。为什么？因为北爱尔兰的事情，未来可能几年之内，它可能又要再进行一次公投。那北爱尔兰如果又脱离了英国，那这个真的很多事情真的是很难以去言语的这个状况了。
所以说你现在把这个俄罗斯通往乌克兰的过路费道的那个北溪1号天然气把它关闭之后，美国一定是当之无愧，我是第一个受益者。所以说他现在赚大把的钞票，这个是为了向特朗普也就是川普老先生去献上他的一个忠诚，代表是说你上任我就给你一个大红包，你所照顾的这些所有的石化业者，我都要让他们发大财啊，发大财，大家都发财，对不对？但是百姓怎么活下去？但乌克兰也不在意啊，那泽连斯基是不在意的，反正我都活不下去了，你们怎么活下去那是你们的事情。所以现在整个欧洲啊，各位你要去知道，欧洲接下来的上半年的一个经济啊，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因为你不但没有太好的一个贸易的空间，而且你的能源又节节的高升，你没有到阳历4月以后，你没有是说你可以完全脱离这个对能源的需求因为他们到夏天大概到4月以后啊，他们的需求量才会下降供暖的需求才会下降，但那之前它还是很需要这些的能源，让他们能够烤面包，能够取暖光取暖2个字就很重要了。我们可能限电，我们可能就是不方便，但是呢，他们是会要命的，因为很冷，然后各位那个是很冷的天气。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欧洲整个的经济上半年会被压制的很辛苦。所以是说，还是一句话你家里想要把小孩送出去国外的，不要再往欧美去送了。你送过去就是毁了小孩的未来。你以为很洋气感觉上面那边都是高尚大。我告诉你，一定会有人跟你讲高尚大。我们频道里面也有很多的先进贤达，还是会建议是说把小孩送到欧美去，让他们学习很好的教育。那是因为这一些先进跟贤达，你们在当地至少25年以上，所以说你们脚步是稳的，你年纪也大了，你不需要去参与现在年轻人的残酷生存空间。所以说，你觉得你直接送过去就没有事情，因为你们就是这样过来的，那是你们过去这样过来的。但是不代表新生代他们过去他们就可以了。老实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世界你这一直在和平地方生存的，无论是这个中港澳台或是日韩这些，我们长期几十年都是生活在这个和平的安和乐利的岁月里面。你现在就很简单，你现在过去你的成功例子上，你现在你的小孩在成长过程可能就是10几20岁，你跟他讲你要努力可以跟我一样成功，我告诉你，你回去跟他过一样的日子，你过不了2个月。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很多人说那个很好，他给你很多的成功案例，那是因为他们过去在当地已经生根了，他们有房有车有存款还有退休金，那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是新的人过去绝对是完蛋的除非你是高精尖高精尖就是你已经是稀有人才你在哪里你都活得很好。你可是一般人，像老师这种纯一般人的，妥的一般人的，到欧洲去，到美国去，你的下场绝对是螺旋往下降。你在那边毕业，你以为你回到亚洲来，你就有好果子吃吗？现在通讯发达，现在交通便利的要命，是不是？找我们10年以上的人回到亚洲去重新找机会的人还少吗？还少吗？各位，你要了解这个意思。我们就拿一个很简单的意思来讲，中国开放了这个长时间的免签，现在100多个小时的免签，对不对？就光免签来的外国人，我们可以从我们在 YouTube 上看到的东西就可以了，或是 TikTok 上面看到的东西都可以。你看有多少从欧美来到中国的人，或来到亚洲的人，他们是富游。就是我是很阔绰的，我去住好的酒店，我去吃好的东西，然后我去消费的很潇洒，不多，都是穷游。就是我住到差不多的酒店，我吃差不多的小吃，然后呢，我去逛一些尽量不要钱或者低消费的一些景点。那这个东西中国是很多，那是没有错。但是呢，他们住的地方他们不会住太好。那参加旅游那些东西呢，大概也都是搭便车或者是坐公车你可以说这是旅游方式，但是实际上来说，不是他们没有钱，而是他们必须把钱留在他们自己的国内去缴税，还要去缴他们的保险费，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能够中断的。你一中断，后面你缴的钱可能会更多，而且小孩子他们家人也要去生存，这个是一个整个世界的趋势是这样。而在这个能源的议题上面，这个为什么引申到那个地方？因为能源会直接掐住欧洲的生活，会让美国部分人富起来，但是不会是老百姓不会是老百姓。所以说，欧洲这个日子，你要让整个乌俄战结束，并且重新跟俄罗斯谈这个什么天然气的沟通，那么你会在那个川普手上可能会吃瘪。为什么？因为
泽连斯基已经把那个 LNG 的把那个什么天然气管线已经关掉了，是不是？你关掉再打开，那你是不是新的乌克兰总统也得看美国脸色？如果这个事情谈到后来大家还是对这个俄罗斯有点感冒，所以说继续维持制裁，哪怕不打仗了，我继续维持制裁就可以了。我们就按照现在的模式，我们来谈判。那么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天然气从俄罗斯要送到欧洲的进程就会变成遥遥无期，那么这个缺口不但今年会缺，你明年也有可能会缺，甚至到后年它可能会缺。为什么？因为新上任的后任总统，也就是在15天之后他要上任的我们伟大的特朗普大帝，他就是支持石化业者，他就是站在资方这一边。那么很简单，你今天如果让它通了，那你是不是 LNG 他们这些液态石油气这些厂商他们就失去了一个大利润？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说它会不会那么容易让俄罗斯继续的把天然气送到欧洲去呢？就有争议、有困难，可能不会这么容易。毕竟你跟钱过不去，这个事情是很难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模式之下，欧洲的经济你要怎么能够去打破现在的僵局呢？所以说，当你百姓穷的时候，百姓就会造反。这个无论历朝历代，无论是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皆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一样，你是没有办法去阻止百姓过不好的时候，他们开始造反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等一下谈到就是美国他们已经开始实行了一个造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你现在 LNG 它既然过不去到了欧洲，未来你整个世界经济的失衡它会越来越严重，而欧洲能不能借此去加大开放对中国的贸易或对中国的合作呢？有困难。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但是美国的充电宝，还是美国的那个什么棋子，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说，我不管你美国说什么，我就是要跟中国做生意，我也开放中国的资本家来到他们国家去投资，让大家可以交换有无。这个又有争议，为什么？这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因为特朗普大帝他不会同意你们过得很好。我虽然执行的是孤立主义，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他是执行孤立主义，但是我孤立，我没有同意你们自己交往得很好啊。对不对？我孤立代表是说你们都要来求我。各位，你要知道，他的孤立主义不是说我们至少门捐血，你们也至少门捐血，说我们互不管啊，你们只要尊重我就好。不是，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就是我全部都不帮你们，我们全部都不管你们，但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来个别来跟我朝拜，你们个别都要派使节来跟我磕头认错，然后来跟我去献上你们的贡品，这是他的孤立主义。他孤立是孤立什么？是孤立你们的孤立，不是他自己孤立而已。我退出这些组织是因为我不需要跟你们谈，是你们要来跟我谈。这个很多人就可能会误解了特朗普他的孤立主义的意思，都觉得是说美国为自己那个 mega 一下有什么不对的呢？他的 mega 是要大家全部放弃自我主义放弃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家主权，全部来向你朝拜他就变成什么天朝。所以你想的可以很美啊，但是你实际上是做不到。过去他的年轻的时候，他觉得可以，也的确可以。在特朗普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奋斗的过程之中，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甚至 GDP 到了全世界40%以上都是美国的。但是不代表现在是啊，所以说你整个经济就变得很辛苦。欧洲没办法妥善的跟亚洲做合作，但是呢，亚洲自己过得很好，行不行？当然，特朗普当然也不会同意。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到叙利亚的问题，这个里面也是一个梗。所以我们在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各位一定要去注意，欧洲的日子绝对不好过。如果各位在欧洲，你一定要想办法，你是做生意的啦，你一定要想办法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你能不能把生意线拖到亚洲来，因为亚洲它遭受战争的概率，即使受到战争，它受到波及的影响程度一定会比在欧美来的少。一定会比它来的少，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亚洲国家普遍上按照币值汇算来说偏穷，但是穷归穷，百姓他们有资源可以生活。因为亚洲国家我们算是东南亚不是全部亚洲，中亚那边就比较辛苦一点。中亚跟西亚是比较辛苦了，但是你说在东亚或是在东南亚这个地方基本上的话，他们的天然资源是比较多的。那你中亚部分，比如说哈萨克斯坦他们就有油矿，他们就有那个天然气，他们也有原油这个东西就是天然资源，就是他们农地是没办法产生的没办法产生的这个农作物，说各自有各自的好处。但是东南亚
还有东亚部分还是可以有办法去维持到大家的一个运作。说他们要乱会，但是基本上受到的会比欧洲来的少。未来的一个世界的经济黑洞绝对不是只在日本跟韩国，欧洲它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黑洞。为什么欧洲发达这么高，它是一个发达国家，还是会这样呢？因为欧洲它是一个多元国家，他们是一个没有秦始皇的国家。我讲的比较直白一点，中国之所以强大，那是因为有秦始皇。没有秦始皇，中国现在跟欧洲是一样的，几十个小国甚至上百个小国都有可能。但是很不巧的，我们出了一个秦始皇，对不对？饿的都是饿的，所以说天下都是他的。那大一统帝国一旦成立，后面的君主当然不会觉得我只要一块什么，我只要一块秦地就可以，我只要一块梁地就可以，没有，全部都是饿的，都是我的。所以说大一统的王朝的思想从秦始皇开始，但是欧洲没有秦始皇。欧洲没有秦始皇，所以他们没有度量衡统一，他们没有语言统一，书同什么车同轨，言书同言，对不对？就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他们文化没有办法交融在一起，说他们一定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个是跑不掉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现在，即使我们现在的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我们挖到了可能3000年前的这个古书或是一些文字现在都还能够辨别，除非你到这个什么那个青铜时代了，可能没办法。不，青铜时代那个石器时代可能没办法，但是你只要是周朝以后的基本上都是有辨认的可能。为什么？因为文字没有太大的变化，秦朝以后的完全都可以辨认那个没有问题的，那是逮就府的没有问题的。官方语言可能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它做法是一定的。所以呢，欧洲整个经济还会进行比较大的下行，这个各位去注意到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各位不要小看欧洲欧洲它这么多的百姓，有这么多的一个经济体，它如果产生了一些批变的时候，那么这些百姓何去何从呢？欧元这么高价，美元这么高价，但是在这个经济过程之中，亚洲内卷这么严重，东西又便宜又多，没有欧洲东西也不会死的时候，那么谁能够在这场世界贸易里面获得胜利？其实亚洲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其次是哪里呢？亚洲以外占有优势的，那就一定是非洲比如说欧亚非我们就一定是两个，没有，非洲一定是占头重，因为非洲的资源也很多。人家只是没什么知识水准，不代表人家是没有资源。欧洲的非洲的资源那是世界上最多的。我们不是所有人类都似乎是来自于非洲吗？它是其来有之的，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中国开放外国旅客去第三国转机时，人可以开放到240个小时，真多这个真的是多这个。因为我们台湾是不用，我们台湾台胞证办了之后随时去都可以老师本来明天要去大陆一段时间，结果发现那个法会要诵经要什么事情实在跑不开本来有跟老师预约是说去的时候顺便绕到你们那个地方去老师本来有这个计划，但是后来发现因为今年要办的事太多了，来不及调度。因为过去的法会都是在一月底快2月的时候去办那现在没办法，我们一定要诵经每一天都要诵经。那你在外地诵经也可以，其实老师诵经也可以，但是他事情也是有，所以说这个明天我可能就没办法出发了那就我们年后再相见吧，好吗？给美国朝贡另外一个老柯他要罢免国民党下场如何？那个看1月11就知道了嘛。1月11如果名气起来，他罢免什么都不会成功了。他提这个案子很好，各位你要就知道，这个罢免这些立委的案子，各位你只要有听老师节目3个月以上的，你大概都听过老师讲，他们现在要做的东西，一定是要把国民党立委跟民众党立委罢免掉，然后再重选，然后补上他们的立委，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什么那个完全执政的状态。这个老师过去已经跟各位做过预测了，他一定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迈进，他不可能只说你来一个什么基隆市长他就满意了。没有，他一定是要把那个立委的席次慢慢把它拉回去，然后呢，试图再回去他们一手遮天的时代，不要说一手遮天他们要进行他们完全执政的时代完全执政那是一件好事好吧？对，看是谁执政但是完全执政基本上对国家是好事那美国现在由共和党要进行完全执政了，那这是不是好事？我相信它也是一件好事这川普大帝他想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完完全全做出去嘛，那当然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后面接着看好吗？老师，由命理看的川普2025的运势会走下坡吗？我现在看不出来，就是我大概这2个礼拜，老师应该会做节目，就是一集做我们的
中华民国啊，我们的这个国运的运势啊，这个老师会从总统的命格来看，好不好？总统跟那个立法院长啊，那行政院长之类的啦，我不一定3个都讲了，我挑比较重要的来讲，但总统是一定会讲的。那美国当然，特朗普当然也是啊，这个也会去分析一下啊。那你说中国要不要讲习近平呢？让老师看一看，因为中国它这个体制是比较特殊的，习近平他是可以做方针指导，他是可以做很直接的命令，但是中国它是一个党的机器在运作。其实你是不是说习近平完完全全可以去指挥？我觉得我抱持了存疑了哦，因为他们的党机器就是从上到下，其实太多层了，太多层了。你只靠一个人的命格，我觉得是有争议的啊，是有争议的。比如是说在兔年的时候，习近平运势很差，但是中国的整体的状况还是不错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老师在想，就即使是你是总书记啊，你大概也没有办法影响到全部。然后，因为你下面的人才分门别类各自去管束，但是美国跟台湾不是，就是以总统是什么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不一样。毕竟民主制度啊，就是一言堂嘛啊，其实民主制度跟独裁制度其实没有差太远的，好吧？其实没有差太远的事情。好，感谢 David 网，感谢 David 赞助，好，谢谢。拉美的话，老师不看好吗？拉美它没办法，因为它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啊。拉美其实你这个其实讲得很好，然后有注意到拉美这件事是很好，因为拉美它没有一个很稳定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们政府会换，那加上他们的这个民心跟民智啊，百姓的素质啊没有提升到太多，所以是说啊，因为他们的政府跟黑帮之间啊，他们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所以这个你要让他这个地方要去发展的好哦，那只有部分人可以好，比如说你开工厂的啊，去那边设厂啊，那可能可以获得一些租税减免，那当做一个周转账。比如说老师有认识很多，他们是做一些成衣啦啊，或者是一些小器械、小五金啊，那他可能在拉美他转个手，然后再往这个美国去这地方过去，他可以过，因为他那边是有些租税减免的一个优势。但是不是每一个事业，但是那个事业的确是可以，但是你发展到一定境界，你还是被当地的黑帮跟政府去跟你要钱，所以是说你真的发展很好，它还是有问题，然后它也可以随时把你撤销掉，随时给你颠覆掉，让你在那边1毛钱都没有的洗干净回来，也是会的啊，也是会的，好吗？好，这个啥？马斯克跟川普会合作下去吗？马斯克是迟早会被牺牲的啦，我说实在的，各位。马斯克一定是会被牺牲掉的。好，马斯克你可以看成谁呢？马斯克你可以把它看成中国近代史的梁启超啊，这些梁启超这些人，还有鲁迅这些人，有没有理想？有没有实力？有，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国家机器。因为马斯克讲这么多，跟川普讲那么多，说要精简啊，可以省下多少美元啊，200亿啊，20亿啊，2亿啊。那都不重要，重要是你没有法源依据，而且总统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修改宪法的一个事情，因为修改宪法不是你总统说了就算哦，因为他们的所有的政府开支、部门的人数，还有他们的预算规划，都是有什么呢？都是有这个因为声音太小嘛，各位调大声一点哈，那都是有这个法源依据的。但是马斯克想做的事情是没有法源依据。他怎么效率部只能建议，但建议到最后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太好，这个是有这个状况的。大声一点这个叫大声点可不可以？我这样大声，这样有没有更大声了啊？我尽力，好吧？我有个办法了，我有办法变大声了。这个是 BP，我调一下啊，这样应该变大声了哈。各位这样有大声了哈这个声音我把那个麦克风的收音成分变大声了，应该大声了哈。好，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声音小。欧盟通过一个法案，必须证明从采集到没有强迫劳动才能卖到欧盟。这个法案能控制中国吗？这东西你克制中国，中国根本就不在乎。各位，你要去了解一件事情，他通过这个法案是没有用的。你通过是没有用的，因为欧洲需要中国，而中国不一定需要欧洲。各位，你要懂这个，老师一直跟各位去思考的一个世界局势的问题，就是中国它不一定需要欧洲。欧洲有很多的奢侈品，或是它的一些酒、牛肉什么东西，或是各种农产品，的确，中国会跟他买，但是它不是只有一个来源。我们看到这个拜登这几年老师跟各位讲的时候，各位没有一起去关注到，中国在这几年一直不断去开发第二市场跟第三市场的石油、能源，或者是你的一些铀矿，或是其他的各种的原物料的来源，它不会只限于我只跟美国购买，比如说光大豆这件事情。大豆这件事情，那大豆这件事情就是他现在找到其他国家去进口，好像是巴西还是哪里的，
所以是说啊，它不一定，它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进来。那欧洲也是一样，欧洲能够钳制中国的太少，它能够钳制就是说，我们不跟你买东西，我要穷死你，我要饿死你，饿死不可能的，我要穷死你，我只要不给你买，你就会穷，你就会倒闭。他们抱持这个理念去做，但是事实上不行。为什么？这个法案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受到美国的影响，就受到冯德莱恩他们的所主导的欧盟议会的影响，他们才会说，哎，我只要你要强迫没有强迫劳动。中国哪来的强迫劳动？我告诉你啦，我们换一个很简单的讲啦，你生活是不是强迫劳动的？你今天去上班，你是开开心心的去上班吗？你今天不是为了你那个薪水你去上班的吗？你是不是强迫劳动？是啊，我不去我就没有收入啊，我是不是强迫劳动？我是强迫劳动啊，对不对？能够在家里躺平啊，有人送钱给我花不好吗？当然好啊，我怎么不好呢？我一定是好的啊，是不是？这肯定是好的啊，怎么可能不好呢？对不对？这强迫劳动这件事情，这个子虚乌有哦。这个现在很多的一些欧美人士，他跑到中国新疆去，你看他们找不到强迫劳动的，那找不到的东西，怎么可能？人家新疆人有钱的，妈要命的，我告诉你，有钱的要死。南韩这么乱，为什么金正恩没有声音？因为金正恩打不过南韩。因为很简单啊，南韩的军事实力，他们是受到美国培训，他们的短暂的极端战斗力是很强的哦。还是跟各位讲，南韩我虽然很不看好它的未来发展，但是南韩受到美国的训练，它的短暂的临时战斗力是很强悍的。北韩不是对手，南韩再乱，北韩都打不过。北韩有的就只有核弹，还有它后面的老大哥叫做俄罗斯。基本上南北韩再打一次韩战，没有中国跟俄罗斯进场的话，北韩是一定 game over， 一定是完蛋的啊，那是不可能会成功的事情。所以不是他不出声音，而是他没有能力出声音，好吧？非洲、中南美洲、东南亚市场都有在开发，这是未来的市场，他们现在已经开发。我告诉你，帅哥，你这个啊，他们已经开发很久了哈，几十年了，好吧？那已经开发几十年了。好，我们继续下去哈，不然我今天讲不完哈。然后我今天这资料在我的 iPad 上面，因为我电脑这是我女儿的电脑。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啊，当然你是说这个天然气之后啊，俄罗斯有把那个人家的飞机打下来这件事情啊，当然我们之前有说过，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但是目前来看，它上面有一些不太能够讲的事情哦。这个需要老师讲一下那个空难的事情啊，这个我觉得往生者为大了，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偶发事件了，我们不能够再去谈。所以说，我们先讲，好吧？讲回到美国，啊，我们现在发现到一件事情啊，我们大概都说这个现在目前为止是川普2.0的时代，所以说啊，美国现在在关税战是握得一手好牌。那么，包含《纽约时报》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美国的报纸啊，就开始去评论中国的好日子是到头了。意思就是你的东西卖不到美国去，你中国就得亡族灭种啊！各位，你觉得这个合不合理呢？我们可以去讨论这件事情，对不对？他们觉得说中国现在在这个他们经济这么强悍的美国的状况之下，如果你的东西被收到高关税，那你东西卖不进美国，那么你就没有生意，你家就会倒闭，对不对？这个你的经济就到头了，你就不可能过那么好的日子了。所以说啊，川普认为啊，他现在拿了就是一手好牌，我美国的经济强劲，是不是？我们所有一切啊都过得非常好。那么你现在不跟我做生意啊，那是你自己的一个损失，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各位，你觉得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这个事情我们就必须要谈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必须要去谈，是说在元旦的时候啊，在这个美国啊，他们就在纽奥良那边啊，跟纽奥良吧。就发生这个复仇，这个算是他们叫做复仇者，但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有这个本土的暴力，就是纽奥良的恐攻啊，还有赌城的爆炸案啊，他们都是美军的背影。那意思就是他们在当时的恐怖攻击里面啊，造成了很多人的一个伤亡。那这个伤亡啊，其实在在美国啊，他们就开始是说反省，是说为什么现在美国他们自己的人会想到去做这些恐怖攻击？各位要去知道，那个恐怖攻击啊，在纽奥良这个啊，他基本上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虽然他不是央格鲁萨克逊的，但是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啊，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去说他是外面来的移民，然后造成美国恐怖攻击。为什么是说？他们这是军人的状态，然后他们要去犯这个案呢？美国军人不是都以国家为荣，为国家服务吗？对不对？那这个原因其实各位要去知道，军人啊，他们在
他们所受到的一个训练，就是我们是要忠于国家的，我们是国家的一部分。所以是说啊，他就很容易在他退伍之后啊，失去他们的一个人生的信仰跟目标。因为你在军队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大锅饭，我们都在催眠，然后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啊，我们是团结力量大啊，然后不能放弃你的袍泽啊，所有事情啊都尽量是往这样子的方向意志的集中。所以说军人呢，基本上他是没有自由思想，也不需要自由思想。军人的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你为军队服务，为军队打胜仗，为国家打胜仗。除了这个事情之外，你没有其他的思想。就算你面前站的是一个3岁小孩，你的长官叫你开枪，你就得开枪，因为你是国家的枪，你的身体是国家的兵，你不代表你自己，你只代表国家的士兵。所以国家要你把这个3岁小孩一枪给毙了，你就得毙了。你在场上，你没有公平正义，没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没有所谓的慈悲哦，这个是事实。但是当你退伍之后，这些东西你过去所不需要考虑到的事情，你全部回来身上去看了，加上你的收入跟你的生活没有受到保障了，那么你就会觉得是说，为什么我付出了我的青春岁月，我付出我自己的生命去为这个国家奉献，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所遭遇的生活环境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别人对我都充满了敌视的感觉？为什么大家不再尊敬我了？为什么？很多为什么？所以说这些退伍军人就容易怎么样被这些极端思想去蛊惑？比如说包含的是说这一次在纽奥良的恐攻这个事情啊，当然就是他说他是受到伊斯兰国的影响啊，伊斯兰国影响，所以说他就变成一个带了伊斯兰国的国旗啊，要进行恐怖攻击。也包含有人也是开了特斯拉电动车啊，在川普的他那个Trump Tower 的饭店外面进行爆炸。所以这个事情啊，其实是不是一样都是属于川航征收钱呢？其实不一定。但是啊，可以知道就是说，美国现在他自己的民生的状况并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因为他的数据报告都是觉得美国的经济是很强劲的，百姓的收入是提升的。所有销售业绩啊都是提升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的每一个的数据观察者，不说每个人，每一个数据观察者都在说什么？都在说是说，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数据都是好的，我们一直比今年比去年好啊，然后明年比今年好，我们会越来越好，因为数据都持续往上。这个就变成一个什么悖论？因为你这个事情好在哪里呢？好在是你自己关税增加了，所以说你东西涨价了，你东西涨价了，说百姓就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花更多钱去买，所以你业绩变好了。那百姓花更多钱去买，那工会就觉得说我的工人活不了了，所以说我就要争取加薪。所以说呢，6年增加60%，这个过去的码头工人的事情，我们还记忆犹新。那也包含其他的一些卡车司机，也是在6年增加40%的薪水，都是一样。为什么？因为我活不下去，那是现实要做到的事情。我现在说不下去，为什么包含他活不下去呢？难道只有物品涨价吗？美国说这些百姓所受到的问题，不是只有物品涨价，我们自己所谈到的，它包含它的保险费高幅上升。保险费一上升，代表你的医疗费也会高幅上升。你看一次病，那我们不要说甜甜圈的案例了，我们就说一般的百姓的案例啊，你去做一次的救护车，你当然也是你1个月的薪水，你开个刀，你可能就是你几年的薪水。当然，保险公司如果顺利报销的话，它可以报销一半啊，最高到80%。但是各位你要去想，如果他们每一年的年薪，我们假设是10万美元，看这个病，假设是50万美元的状况之下，报销80%，那么你2年白干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每一个资本家，他们都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尽可能的去让百姓去没有办法去生活，让他们把他们的利润全部榨出来。那维持他们自己的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其实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传统的封建王朝，它有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各位，这在明清两朝啊，其实就有人去研究这个状况，就是呢，政府里面他们的一个皇帝的皇朝里面都已经设定了一个百姓的人家，你一年的产值换算成白银是33两。各位，这个是其实各位可以去网络上 Google 或百度都可以查得到的，老师讲的东西你可以查得到的。这个33两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百姓，你一年可以挣到33两的一个产值。那1两的话，按照明朝的一个制钱来讲，大概1两一直换2000制钱啊，这个是官价啦。那实际上你们那么多钱是不一定，只是他们产值会有33两。所以是说，他们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会把租税还有各种的徭役各种的负担，把你加到变成36两。也就是说呢，你无论如何你都会负债，
因为能够让自己过得不好的百姓，那么他就不容易反抗，因为他要吃饱又吃不饱，要饿也饿不着，这种百姓是最好的。你吃太饱，我就反政府；我太饿了，我也反政府。就是我要吃饱要不行的，我必须要一直维持我的生计，而每一天勤勤恳恳的努力的人，那么他才能够什么？他才能够听政府的命令去做事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知道中国我们很看重逢年过节，对不对？逢年过节很简单，意思就是我们的假期。所以说为什么初一、15、初二、16，那就是一个月里面的2天假期。以前是没有周六周日的了，好吧？那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我们才有所谓的做这个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以前是没有了。你就是祭祀的时候才是休假，没有祭祀的时候，对不起，你就给我下田工作。哪有跟你说今天礼拜天我不上班的，我不去耕田的？没有，天天都得下田工作，都得干活的，没有给你周日的。除非到什么，除非到那个什么祭祀啊，你要大拜拜啊，什么东西才会。所以他们为什么过年那么开心？因为一次可以放好多天假，能不开心吧？是不是？当然开心啊！而且他们过去旅行也不方便。回到原点，就是他们33两的一个政策，就是说让百姓每一年都有可能会入不敷出。你丰收了，我就给你加那个税金。那如果你这个欠收了，然后我可能可以减免你的税金。这是一个国家的准则。这个方法用在各个国家都是这么做使用的不是只有中国的皇朝，只是我们比较能够从那个地方找到一些文献，找到一些治国的逻辑，在这地方是有。但是美国也是一样我今天就是要怎么样呢？资本家来控制这件事情的，而不是美国政府控制这件事情的。因为资本家我可以这个月给你收的保险费跟下个月的保险费可以不一样，因为它是浮动费率，对不对？你房屋税也是一样，我按照你房屋的现值来给你课税。你用房屋的现值去课税也没什么问题，我们台湾也是嘛，你公告现值来去课税，但是你用市价去课税，那就有点争议的事情了。因为你用市价课税，那跟我有没有卖掉，然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卖掉，你市价高，但是我没有卖掉，那我为什么要缴更多的税呢？因为我没有卖掉，我没有资本利得啊，你要我怎么去做呢？那就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美国百姓是一直被他们的资本家所去压迫，而且这个资本家他们是合情合理合法里面之中的2个合法合理，但是不合情，三者居其二，是不是？你说我不合吗？我可以的对不对？那现在所以说他们现在日子过得会比较糟糕的原因是，一方面物价开始飞涨，第二方面你的税金开始高昂，为什么？因为就是缺钱就是缺钱，因为工人的工资要增加了，那资本家他就要榨出更多的利润，然后那我才能够支付你涨价的薪水啊！你要涨价一个月，你只够涨价个10块美元，那么我就在从你身上多赚个15块美元到20块美元，那我才叫赚钱啊！不然的话，你涨价，然后我亏本，那我少赚，那是什么道理？那是没道理的事情啊！这不合理的事情啊！这可能符合亚洲一些小老板的想法，但是你对资本主义国家，那不合理，因为我赚钱是我赚钱，那你能不能接受那是你的事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情。所以美国现在面对到的事情是，你民意能不能够去一直压制说，你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梦，然后告诉他们是说，你只要对中国有对抗，然后你就没有问题，这个是有争议的。比如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历史也是一样，对不对？你庚子拳乱，你扶清灭洋，扶到最后，你有没有办法真的能够成为是百姓都相信你的存在？不可能。扶清灭洋，你喊得再大声，百姓再怎么知道是说我们要保卫我们大清国，那也不能让洋鬼子欺负，这是百姓统一的想法。但是我不一定要同意让你来统治我呀。这个是很大的争议啊。说八国联军之所以成功，不是只有因为他们八国联军的这个船坚炮利的问题，还包含了当地自己的人汉人或旗人，直接把你从你上岸的地方一路开红灯，一路开绿灯，让你直接进到北京城。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满清他在京城里面，他为什么八国联军很容易打进去？那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在那个在那个沈阳那个地方所有的一些故地他们不是炮台上来了，人也撤了，他也不跟你打了。为什么？因为那边所驻扎的八旗士兵，他们是拿不到薪水的。八旗兵友没有拿到薪水，陆营兵友也没拿到薪水，那我这些兵都没拿到薪水，我当然让你们八国联军直接打进去啊！你们船坚炮利，你们拿的枪比我的鸟铳还厉害，我当然放你们进来，就直接打到北京城，打得慈禧太后落荒而逃。
那个不是只因为人家军事很强，所以说看八国联军为什么火烧圆明园，你没有看到从头烧到尾，没有各位你看中国历史。只有日本经过的地方，那是整个都断垣残壁。但是八国联军进来的地方，不是每个地方都断垣残壁为什么？人家放你进来的，因为你没有给我吃，我怎么活下去呢？所以现在美国面临的问题，应该是多去跟这些中国的历史就很重要。你能不能从中国的一些失败历史里面去想到一个庞大的帝国为什么会被你这些这个罪恶小国蛮夷之邦所赶上？就很简单，闭关锁国这个4个字。而现在我们的后任总统美国大帝川普，他就是要什么？他就是要做闭关锁国，全部人找我朝拜，我是天朝，我才是老佛爷。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你要说他美国怎么好呢？那当然，川普他有没有说他自己老佛爷？有，因为他就是说他是上帝选出来的人。各位还记得这个我们看到的那个他在竞选的时候都有发现这件事情是有的。所以是说川普要付出钱那个 G20 世界上的 G20 的20大工业国他们就觉得说这孤立主义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而 G20 它基本上它是起源于我们的90年代的金融危机，那各个先进国家跟开发中国家，还有这些工业比较强大的国家世界前20大嘛 Great 20， 他们聚在一起来商议说怎么样来去消弭金融危机里面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大家合作来去快速的度过这个金融危机。但是各位你要去知道，它之所以有危机，那就是资本在搞的事情。说金融危机，而不是说你原物料危机，不是你贸易危机，而是金融危机。你杠杆做太大了。所以很多人在中国的朋友问老师说：“老师，你看你怎么看中国的 A 股？”我说：“你进去，你当然就是完蛋，你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操作的人太多了。你上面又有机构，然后在后面你还有一些你不可知道的一些手在里面去伸，割你不是应该的事情吗？资本在的地方哪里就有罪恶，这很正常。这个世界上能不能没有罪恶也不行有罪恶人才有这些危机感嘛。所以说这个全球化它是取这个 G20 它是取于这个金融危机，后面才会有在 G8 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些变化。而为什么川普他要兴起的关税呢？其实各位可以去在那个经济学里面找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关税它的用意是保护资本家最好的武器，因为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知道，关税如果我们采取的是更宽松的 FTA 更宽松的这些贸易组织，大家只要把自己的这些关税弄得松松散散的，那么你就会大幅度的促进全世界所有资源的一个交换，那么百姓就可以过得越来越富足，百姓可以过得越来越富足。记得老师讲了，我说的是百姓可以过得越来越富足，但是资本家就不利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掌握你们只能跟我消费，你们为什么不把钱只给我呢？你给了到一个3000公里以外、5000公里以外的商人干什么呢？你本来应该给我，所以说你只能选择我，那么这就是关税的意义。比如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某龙汽车，对不对？某龙汽车那是我们国产汽车，值不值得骄傲？那 L 牌的汽车值不值得骄傲？老师觉得是值得骄傲的。但是你过度保护，用关税来保护它之后，你觉得它到现在过去的问题是不是还在有，对不对？漏油啦，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漏水漏油啦，状况还是有出现。为什么？因为关税去保护了它，而保护的结果是什么？它就没有进去，对不对？它就没有进去，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关税还是保护资本家最好的武器，但是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把关税当成武器也不行，因为有些地方你是要保护你本地的一些农民、弱小机构，你还是可以去做的。但是如果你专去保护一些非敏感的东西，比如是说什么欧洲进行了一个很大的电子车的关税，问题是他们自己国家里面没有这些电动车，他们没有妥善电动车的产业。那么你去对中国实施高那个电动车的关税，那又有何意义呢？完全没有意义。你甚至你可以直接跟他讲，你来我欧洲设厂，我给你们租税优惠，你提供给我就业机会，只要是你们的牌子在我的欧洲能够生产，那么我就给你们帮助，你就不用扣那么重的税。但是这个路他也不愿意，为什么？因为美国不同意，冯德莱恩不同意。这个事情我们讲得很清楚很简单，就是这么一回事。说他们不同意，违反他们的利益，那么当然你就不能这么做。但是明明这么做是最好的，不是吗？不是吗？台湾之所以能发展，日本之所以能发展，韩国之所以能发展，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发展，无论是越南或新加坡或是任何国家的发展，哪一个不是我欢迎其他国家比我更先进的产业来我国家投资，制造我的就业机会，教育我的百姓，训练我的员工，然后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强？
不是都这样吗？都是这个样子，是没办法去做这些事情，那就没有办法了，好吗？所以说。高关税啊，其实在过去有些历史我们就省略掉，因为老师今天本来准备了一些历史跟各位去讲，当然是可能没办法，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孤立主义里面啊，很多国家就说，是不是就可以给那个北京有可乘之机，给中国有可乘之机？这个是比较难的这比较难，因为中国它从来不会去只盯着美国一个国家，但是特朗普会一直认为中国没有美国是不行的，他还是在活去他过去的荣耀里面。他会不会知道现在时局是改的？我们可以明白，特朗普老先生他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他也知道现在时局改了，但是他更相信他过去的经验，这是老人家的通病。老人家的通病放在谁身上都准，不要说那他是人中之龙不一样，谁都一样。中国哪一个英明的帝王在老年的时候不是蛮憨的？因为倦于朝政的，就是因为你老了，你没有办法负担这么多的压力，而且你要看这么远，没办法，因为你的体能没办法走那么远，你就本能的你就先保护你自己已有的东西。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是说，现在特朗普他现在受到他自己的生理的影响，他会比较倾向用过去的方法来解决未来的问题。经验可不可以拿过去的经验解决未来的问题？是可以，但是不是全部，因为别人在改变的时候，你不能只拿过去的模板去套用未来的销售，那是不行的，那是不行的事情的。所以最近还是有很多人问老师说，他想出来做一些网页设计，帮别人设计网站做一些那些美术设计。我说你现在时间晚了20年了，你再早20年，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做的话，你是有机会的。但是你晚20年了，你现在跟我讲你要做网站设计你会写那个 pattern 什么东西的然后你可以帮一些企业做服务。我说可以，但是你再早20年，甚至25年你做出来，你出来之后一定会赚钱，因为我就那个时代起来的。那现在你去做，对不起，没办法了，因为套装的太多了，是不是？所见即所得太多了，我不是一定要需要你，那么你就没有竞争的空间。所以你不能拿过去成功的案例去应用未来的成功，那是有一个状态是不行的。而在中国2025的一个中国制造2025目前为止还在中国自己的评估里面中国现在在中国制造2025里面，它的85%以上的目标都已经达标，都已经达成了。所以说，经过了中美贸易战，其实中国制造2025还是成功了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还算是成功了。其实你超过75%都可以算成功了，它已经超过85%了自然是可以成功的。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很多产业上，比如是太阳能或很多产业工业制程或是一些原物料、工业制品上面，都由中国变成一个世界上的龙头。只是我们台湾很多的百姓不知道就像我们台湾百姓过去也不知道，台湾是很多产业世界的龙头，比如说电缆现在可能不是了，但过去台湾的电缆产业，还有一些高精的一些模具产业，台湾的技术是世界独步全球的但是现在不知道了，现在目前我所猜是不是，但是现在没办法了，对不对？那中国现在是取得的是头筹很多人也不知道认为很多高端科技都在美国，都在欧洲，是没有错，那是正确的。少部分的高端科技都还在欧洲里面，但是很多的一些新创的产业，很多都是在中国出来的。你像我们有个朋友就说到现在要做 AI， 各位你要去知道，中国的 AI 它进步的空间之大、之远、之广，绝对超出你的想象。我是跟各位去讲，你有找老师批留言，老师很多人里面我都给你提到，你要去试看看，不是只要去试 ChatGPT， 你要去试看中国的豆包还有什么海鸥，还有什么东西的，你都要去试，因为他们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目前在欧美所生出来那几十家的 AI 产业。欧美有没有强的？也是有很强的，对不对？还是有很强的，像 OpenAI 它还是很强，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中国不一定比他们完完全全的遥遥领先，但是绝对可以抗衡。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这么讲呢？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中国现在跟美国他们要去进行的下一轮战争是什么？他们进行的争执的地方是在成熟制程的部分。美国希望他们去跟中国一别苗头，所以说他们要求艾斯摩尔，你不要再给他们的光刻机，无论是 EUV还是 DUV，你都不要给他售后了，让他们的成熟制程的晶片做不出来，也就是你可能28奈米以上的你做不出来或是他们的产量做不出来，那你没办法维修。所以说，这时候美国才能够从这些成熟制程里面大量的制造、大量的扶植，然后大量的去抢这个市场，然后希望能够让世界都有美国的晶片你不要都中国的嘛，你要多一点美国的，对不对？这个事情能不能够达成？这个事情美国的这个主意是达不成的就美国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在老师在这边公开跟各位讲，美国这个想法是达不成的。为什么达不成？还是一件事，你的薪水这么高，你怎么跟人家拼？
你一个员工的薪水至少都要$3000。$3000总是要的，那你$3000一个员工，我就说你在里面的去打螺丝的员工哦，都要$3000，不然没有人去做哦，这个是很合理的事情，而且你还不能加班。$3000啊，7321等于21000块人民币，你觉得你是别人对手吗？我就讲这一点，你就不是别人对手了。人家打螺丝的可以花1万块人民币抢着人去给他打螺丝，但是你要花21000块人民币的钱去生产出来的晶片，然后你再说我要跟你中国比天下，而问题是在于中国不是做不出来他们自己的光刻机，只是他们光刻机的良率没有爱斯摩这么高，爱斯摩的技术真的是牛，这是牛，真是牛啊！不是复制不出来，而是它的专利实在太独占了啊，没有办法去超过爱斯摩，这是现实的状况。但是不代表人家做不出来，因为人家一年有1100万个大学生。1100万大学生里面，我们只要算500万是理科生，那么1/1000你有500个天才，万中选一的天才去给你研究光刻机，那么你怎么跟人家拼呢？你每一年你生出来美国这天才会有多少个呢？那是极其有限的。为什么？因为大学都要念不起了，你要怎么去做培养一个天才呢？啊，美国有很多天才有没有很多中国天才跑到美国去也是有。都有啊，人才是会互通的，哪里过得好哪里去，不会说你今天这个在中国长大，然后去美国变成美国人，然后为美国研发，你就是汉奸，不要有这个想法。好，他觉得好的地方去，那个是他的选择。那美国愿意接纳他，给他更好的收入，为什么不去呢？啊，这是有道理的事情，好吗？所以说现在中国在跟这个美国去争取这样子的石头晶片制程，也包含了什么？中国现在大基建也不断的在这些其他的世界啊，比如说非洲世界里面开始做一些大基建，比如说什么呢？中国跟埃及签订了什么？签订了风电的建设的大业务，也就是说呢，他帮埃及啊去生产这建设了，然后那个风力发电。我们知道埃及都是沙漠，对不对？你风沙大，是不是有风的地方就可以产生电？对不对？埃及也不能老是只靠那个什么运河来去赚钱嘛。对不对？他还是得怎么样？还是得要去有其他的能源来源。我从风电里面所省下来的能源的支出，是不是就等于我的收入了？更多老师意思嘛？因为百姓用电也是得付钱嘛。那当我能源可以有其他更多的管道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力就会更强。说中国它现在做出去，人家说它的产能过剩，说它一定会害到它自己。不，这些产能过剩迟早都会往外国去推进，因为它自己够了，我自然外溢到其他国家去。一定是不断的低价的，不断向各个国家就迈进去。那你在迈进其他国家的时候，那边的地方的百姓就会过得越来越好。百姓过得越来越好，那么他们就越来越会消费。你要去消费，那你买的东西当然不止中国，也会买美国的东西，也会买英国的东西，也会买瑞士的东西。但是他也会买中国的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工业生活必须要的工业制品，你是必须要去中国生产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说这个东西啊，整个世界在变，我们要知道，未来美国它是受到他自己的孤立主义啊，希望别人都跟美国朝拜，这个事情不会成功，会让他们自己的经济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苦果，而欧洲就会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泽伦斯基他向这个川普大帝去献上他的忠诚哦，献上他的心脏，所以是说欧洲未来日子也会变得很难过，至少这2年好过的机会是没有的，好过的机会是没有的。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持续去观察，好吗？好，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意大利裔是什么？我不是很懂意思哈。川普未来4年的安全一定要加强，当然了，希望他都是平平安安的啦，好吗？需要做 AI 哈。好，那各位哈，感谢各位今天参与，好像各位没什么问题哈。当然，我们因为老师今天其实今天还要准备其他东西，但是因为不是很重要。好，那最后老师讲3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当然是我们的法会啊，各位要去点灯的，我们还点一点，所有东西只要上面网站点一点就可以达成了。那建议啦，因为2025年啦，其实有一点挑战了。那再来说能的话，你看你自己的实力，没有点灯不会代表你会出事，然后点灯是给你多一点的加分，不是没有点灯然后你会出事啊，不要有这个想法。老师花了几10天的时间啊，每一天跟各位诵经，每天跟各位去办这个法会的准备啊，是希望给各位然后用到最大的能量去加分啊，看能力了，好不好？没点不是没有事，那点了啊是给你加分。
那这个流年批算我们到1月20号就截止了。啊，有些人问了，金老师也在批流年，那陈老师也批流年，你找哪个呢？你找哪个都行了，好不好？找哪个都行，你觉得哪个好就找谁批啊，这个没有一定，好吧？这个没有一定。那第3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的频道啊，我们在这6年的时间呢，感谢各位的支持，而且除了感谢各位之外啊，老师他在这个年后啊，我们会进行2件事情大量的改革。第一个呢，我们会推出新的课程，就是我们的风水的一个理气派啊，老师会在那个紫白飞星这一个东西啊，老师会开一个课程啊，那有兴趣的跟老师学风水的，老师会开课让你来学习，人家网课啦，你不是上直播课，老师的粉丝贵课啊，遍布全球，对不对？不是我在自豪啊，真的是全球，对不对？里约热内卢都有，你知道吗？非洲也都有啊，到处都有，埃及也有啊，那些都有。那么不可能开直播课啊，我们都已经开了录播课啊，各位可以到老师地方去看。那这第2个改变就是说呢，我们会多元化开始进行我们的节目啊，因为这次法会每天要诵经，还要准备一些流年的问题，所以最近可能本来要更新的没办法更新，但是我们会做一些读书类的节目，跟各位去解说哦，老师所念的这些书。老师1个月啊，平均每1个月啊，你知道老师要看多少本书吗？不跟你开玩笑，老师每1个月看20本书，20本，那是老师一直以来的习惯，每个月最低来的也是10本书啊，无论这个过去可以用一直看的，那现在也可能用电子阅读，他们讲给我听，因为我老花了嘛。我每个月会有10到20本书的阅读量，所以你说老师为什么你到底有多少知识量储备？都是靠努力来的，好不好？靠努力来的。那我会挑一些书跟各位去说书，跟你讲，这个他们的观念在哪里？它的观念在哪里？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会开始讲，会讲一部分的《西游记》。《西游记》这个东西啊非常有意思。那各位气质的部分啊，就是它开头的部分啊，老师会另外做节目跟各位去说明。那《西游记》啊，它是一个收费的说书节目啊，那当然它有会给你试听很长的一段地方。那之后你有兴趣，你再选择付费，好吧？《西游记》啊是我们的正宗啊，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地方。就大家简单来讲，孙悟空他这样这个从天地之间蕴含的这个石猴。那么你觉得他是突然有这个一生出来这么强大的法力吗？没有，他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我可以去拜师学艺的地步。这个他之前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故事，他自己所自我的修炼就经历到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说他成为孙悟空不是因为他是石猴，而是因为他经历了别人所不能经历的事情，他才能够成为孙悟空。那他也才能够成为齐天大圣，这时候他的一个故事性。那以后我们会跟各位讲这些故事，蛮有趣的啊。经过金老师认证，据说是蛮有趣的。好，感谢各位今天收看。下周让我们礼拜3我们会固定更新，我们在2025年阳历2月的流月总论解析。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